面对那群饥饿的灾民，他只要签个字就能救命，但他却选择拒绝。这一刻，全美国的报纸都在骂他是白宫里的冷血怪物，诅咒他下地狱。他没有辩解，只是在深夜里，当所有人都睡着时，这个被骂作怪物的男人偷偷掏出自己的私人支票本，给灾区寄去了一笔巨款。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题。为什么作为一个人，他愿意倾囊相助，但作为一个总统，他却要对饥饿的人民如此残忍？因为他看到了那个藏在慈善背后的比饥荒更可怕的怪物。为了锁住这头怪物，他选择让自己成为那个千夫所指的罪人，但这也是他的局限性。1837年，他出生在新泽西的一个牧师家庭，他是家里9个孩子中的第5个。在这个家里，规矩非常的多，但钱很少。小克利夫兰的童年是在父亲的布道声中度过的。他灌输给克利夫兰一个刻进骨髓的信条：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苦修，任何不劳而获都是对上帝的偷窃。在那个家里，每一片面包，每一块煤炭，都是父亲用膝盖跪在祈祷垫上，用嗓子在讲道坛上换来的。浪费1美分就是在犯罪。如果说父亲的教诲只是在他心里埋下了火种，那么父亲的死就是泼向火种的那桶油，瞬间引爆了他一生的性格。1853年，克利夫兰才16岁，他原本是个聪明的孩子，最大的梦想是去读大学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但就在那一年，父亲突然去世了，没有遗产，只有一屋子的孤儿寡母。在那一瞬间，克利夫兰的青春结束了，他不得不放弃读大学的念头。作为家里的壮劳力，他必须立刻去赚钱养家。他去过盲人收容所当助理，也去过律师事务所当抄写员。为了省房租，他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，没日没夜地抄写那些枯燥的法律文书。克利夫兰就像一只绵羊，被扔进了美国的镀金时代，那是美国历史上最猖獗、最赤裸的时代。他每天工作12至14个小时，抄写枯燥的法律文书，手指都抄断了，却只能勉强糊口。而在他身边，那些根本不懂法律，甚至连字都认不全的政治混混，仅仅因为认识某个议员，或者帮某个派系拉了几张选票，就能得到一份肥得流油的市政合同。修一条路，他们报价是成本的5倍；扫一条街，他们根本不去扫，却照样领工资。在这个镀金时代，老实干活的人在吃草，而投机取巧的人在吃肉。然而最令他震撼的事情是，美国的南北战争爆发后，1863年，林肯签署了征兵法案，因为前线死人太多，北方政府开始强制抓壮丁。克利夫兰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抽签名单上，但他走不了。当时的克利夫兰家是一艘快要沉没的破船，他必须工作养家。不过被征召的人可以出钱雇佣一名替身去打仗，克利夫兰咬着牙选择了第2条路。克利夫兰找到了一个叫乔治·贝宁斯基人，32岁波兰移民。这个波兰人刚来美国，穷困潦倒，不识字，甚至连英语都说不利索。他急需钱，哪怕代价是去死。克利夫兰给了这个陌生人150美元，这成了克利夫兰一辈子的噩梦。他觉得是自己杀了他。这次经历让他极其深刻地意识到，在一个资本不受控的社会里，金钱真的可以购买一切。他看清了这场战争的本质。1870年，这个熬过了苦日子的穷小子，终于靠自学考上了律师，并踏入了政坛。他的第一站是到伊利县当警长。在这里，他就是一个异类，同事们都会利用预算去请别人来做事，而他就偏不，就是要自己干。他表示，既然我是警长，这脏活就该我干，为什么要浪费纳税人的钱？而他进入政坛的第2站是当上了布法罗市长。1881年的布法罗市是个很讲究的地方，这里的街道很脏，下水道很堵，百姓们很不爽，但官员们的钱包很鼓。当时的市政厅被一个叫指环帮的团伙把持着，这是一帮手里有权的共和党议员和想接工程的包工头。在这里，无论是修下水道还是扫大街的工作，他们都能搞出工程项目而拔分账。当时的市政厅里还有很多幽灵员工，比如路灯检查员、码头巡视员这种职位。名单上有这个人，工资表上也有这个人，但你永远在岗位上找不到这个人，就十分的神奇。难以揣测，逢年过节，这群人就以各种名义搞点钱过节。由于这个市政厅是被共和党所把持，因此民主党作为在野党，日子过得十分之苦。他们看着共和党吃肉，馋得眼睛都绿了。他们也想进市政厅，也想分一杯羹，也想搞点润滑油。但有个问题，民主党的名声也不咋地，老百姓觉得这就是一群饿狼想踢下一群宝狼，谁上台都一样黑。于是民主党的大佬们决定，咱们要找个吉祥物，这人要是个生面孔，看起来特别老实，特别干净，干净到连共和党那帮孙子都泼不了脏水。而此时44岁的克利夫兰就非常适合，宅男，不混圈子，不爱应酬，死脑筋，只会干活，拿放大镜都找不到什么污点。大佬们一拍大腿，就他了，把他推上去骗选票，等选上了，这书呆子还不是听咱的。大佬们把克利夫兰从文件堆里挖出来，甚至没怎么问他愿不愿意，就给他报了名。1881年11月，奇迹发生了，布法罗的老百姓受够了指环帮的吃相，一看终于来了个不油腻的中年大叔，纷纷投票。克利夫兰以巨大优势当选市长。那一晚，民主党欢声雷动，香槟开得砰砰响，大佬们搂着克利夫兰的肩膀，笑得合不拢嘴。老克啊，苟富贵勿相忘。克利夫兰没说话，因为在克利夫兰眼里，你们也是他的菜。1882年1月，克利夫兰正式上任，我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。民主党大佬们迫不及待地递上了第一道菜，街道清洁合同。这是个肥差，市议会把合同给了一个叫塔尔伯特的关系户，报价42.2万美元，而另一家没关系的倒霉蛋公司报价只有31.3万美元，差价10万美元，这在当时能买半条街。
按照剧本，新市长应该闭着眼睛签字，大家分那10万块的辛苦费。但克利夫兰拿起了笔，他不仅没签字，还写了一封信，直接发给了报社。他在信里用了这辈子最刻薄、最不留情面的词。这是一场厚颜无耻的抢劫，这是对纳税人口袋最卑鄙的偷窃。只要我还是市长，这笔钱谁也别想动。整个布法罗炸了，尤其是老百姓们。我操，这市长真敢说啊！从那以后，布法罗市政厅就进入了克利夫兰时代。想搞暗箱操作，否决；想安插七大姑八大姨，滚蛋；想拿公款吃喝，就要你命。他不仅仅是打共和党的脸，他是连民主党大佬的脸一起打。他不管你是谁的人，只要你想把手伸进国库，他就敢剁手。这时候的民主党才发现自己玩脱了，但他们没办法，因为克利夫兰的人气太高了，他越是骂市议会，老百姓越爱他。他甚至连几美元的开支都要亲自核对。他没有秘书班子，没有智囊团，他就是一个住在寄宿公寓里的45岁单身汉。每天晚上他在办公室工作到凌晨2、3点，他没有任何娱乐，不参加任何酒局。他的乐趣就是在那堆枯燥的文件里找出哪怕一个试图偷钱的虫子，然后把它捏死。仅仅用了11个月，他就凭借这一手六亲不认的绝活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胖子律师变成了全美国都知名的否决市长。在那个全美国都烂透了的年代，布法罗出了一个敢管议会叫小偷的市长，这简直是天降祥瑞。新闻记者蜂拥而至，全纽约州的老百姓都在传颂他的名字。1882年11月，仅仅当了11个月市长，他就被民主党推举去选纽约州州长。这次他又赢了，而且是碾压式的胜利。在19世纪的纽约，如果你想当警察，找坦慕尼协会；想当法官，找坦慕尼协会；想开个水果摊不被砸，也要找坦慕尼协会。这是一个披着民主党外衣的权力分销中心。他们的老大叫凯利。坦慕尼的逻辑很简单，我给你安排工作，给你发煤炭，你把选票给我，然后我用选票控制政府，再从政府工程里捞钱。当克利夫兰当选州长时，凯利就在办公室里剔着牙笑，这胖子是我们民主党提名的。虽然他在布法罗有点倔，但到了纽约，是龙也要盘着，是虎也要卧着。但他没想到来的不是龙，也不是虎，是一头不管不顾的野牛。按照规矩，新州长上任要去拜码头。坦慕尼的大佬们递给他一份名单，老克啊，这几个是我们的人，像什么移民局局长、港务局长这种肥差，你就签个字吧。克利夫兰看了一眼名单，就说了一个字：滚。他不仅没用坦慕尼的人，反而提拔了一批没有任何背景但业务能力极强的技术官僚，这相当于直接断了坦慕尼的粮道，没有官位分给小弟，以后谁还跟大哥混？如果说拒绝任命只是小打小闹，那么5美分车票否决案就是贴脸输出。当时纽约的高架铁路被大资本家垄断，票价很高，老百姓恨透了资本家，于是州议会为了讨好选民提了一个法案，强制把票价降到5美分。这绝对是个政治陷阱。如果你签了，老百姓高兴，但你违背了契约精神，因为政府之前跟铁路公司签过合同，不能随便改价。如果你否决，你维护了法律，但老百姓会骂你是资本家的走狗。坦慕尼协会在一旁等着看笑话，签也是死，不签也是死，看你怎么办。他们就是要用各种方法搞臭克利夫兰。克利夫兰直接否决，理由非常硬核。虽然我也讨厌垄断，虽然我也同情穷人，但政府之前签了合同，白纸黑字。如果政府带头毁约，那法律就是一张废纸。我们不能为了讨好今天的民意而出卖明天的信用。一开始老百姓确实骂娘，但冷静下来后，大家突然意识到，他为了守住法律，竟然敢得罪所有的选民。在这个连亲妈都能卖的年代，竟然有个政客把契约看得比选票还重。风向瞬间逆转，他没有成为资本家的走狗，反而成了法律的守护神。甚至连日后那个上总统山的西奥多·罗斯福都成了他的小迷弟。当时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议员，只要24岁，他在州议会上站了起来，公开表示支持民主党州长克利夫兰的决定。此时24岁的罗斯福在46岁的克利夫兰身上看到了自己未来想成为的样子，一个不被民意绑架、不向权贵低头的硬汉。但这时期的罗斯福也在观察他的不足之处。视角回到坦慕尼协会的凯利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个不听话的州长，他派出了一条恶犬，是州参议员托马斯·格雷迪。格雷迪是个人才，口才极好，酒量极大，脸皮极厚。他在州议会里只有一个任务，让克利夫兰当不成州长。只要是克利夫兰提名的官员，格雷迪就带头反对；只要是克利夫兰想推的改革法案，格雷迪就带头发动冗长辩论，给你从年头辩论到年尾。然后就是人身攻击，他在报纸上大骂克利夫兰是无能的胖子、新教徒的走狗。这就是所谓的立法便秘，我干不掉你，但我可以让你什么都干不成，让你看起来像个废物。克利夫兰是个直男，他直接给凯利写了一封公开信，信里有一句极其羞辱人的话：那个叫格雷迪的人，我不希望他支持我，他的反对是对我人格的最高赞赏。克利夫兰除了言语上给他点打击，行动上也不手软。你敢拦住我的改革法案，我就敢否决你们所有的拨款法案。那一年的纽约州议会出现了一场奇观，格雷迪在上面口若悬河的阻挠改革，克利夫兰在办公室里像个无情的盖章机器一样疯狂否决。这一招叫互相伤害，克利夫兰损失的是改革进度，但坦慕尼损失的是真金白银。到了1883年10月，克利夫兰有公开给凯利写信，指名道姓的要求凯利让格雷迪滚蛋。
他在信里说，这个人的存在不仅是我的耻辱，也是民主党的耻辱，更是文明社会的耻辱。以前凯利可以说那是格雷迪个人行为，跟我无关。现在克利夫兰直接把凯利和格雷迪绑在一根绳上，你不管他，那你就是同谋。老百姓一看报纸，嚯，原来这只拦路虎叫格雷迪呀，原来他是凯利养的，这叫发动群众的力量。1883年年底，又到了州参议员改选的时候，格雷迪觉得没问题啊，我在我的选区根深蒂固，还是坦慕尼的人，闭着眼都能连任。但克利夫兰在江湖上放话了，如果你们选格雷迪，那就是跟我克利夫兰过不去。在强大的民意压力和州长的直接干预下，格雷迪落选了。而这一次是真的把凯利惹怒了。1884年，民主党开了一个党内的大会，是在党内选一个总统候选人，地点在芝加哥展览馆。凯利包了一列火车，从纽约拉来了整整600名坦慕尼协会的铁杆打手，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制造噪音。只要提到克利夫兰的名字，他们就发出一阵巨大的嘘声、怪叫声，甚至往地板上吐痰。只要提到任何一个克利夫兰的对手，他们就疯狂鼓掌，把地板跺得震天响。凯利想用这种声波武器，在物理和心理上摧毁在场的每一位代表。对于克利夫兰的印象，凯利的战术非常阴毒，他知道指责克利夫兰贪污是没用的，因为他太干净，所以他只攻击一点，也是所有民主党人最害怕的一点。你要知道，在那个年代的美国大选有一条铁律，得纽约者得天下。纽约州拥有最多的选举人票36张，如果你输了纽约，你基本上就输了白宫。凯利派他的副手走上讲台，对着台下那些来自南方、西部的土包子代表，抛出了他的核武器。我是纽约民主党的领袖，我可以以我的人格担保，如果你们提名克利夫兰，他在纽约州连1张票都拿不到。坦慕尼协会绝不支持他，工会绝不支持他，爱尔兰移民绝不支持他，选他就是选择自杀，就是把白宫拱手送给共和党。与此同时，他的手下在台下疯狂散布噪音。克利夫兰恨透了工人，他只会否决给穷人的钱。他在布法罗还有私生子，是个道德败坏的人。会场陷入了困局，那些本来支持克利夫兰的代表们开始动摇了。此时，党内的一名叫爱德华·布拉格的老将军站出来，这是一个参加过南北战争的指挥官，他指着凯利那帮人的鼻子怒吼：“这就是我们支持他的原因。我们爱他不是因为他完美，我们爱他是因为他有你们这群敌人。”这句话像一道闪电，代表们猛然醒悟，如果连坦慕尼这种人渣都恨他恨得牙痒痒，那说明克利夫兰是真干净啊。敌人的恨就是最高的勋章。凯利的攻击变成了给克利夫兰最好的合格证。坦慕尼协会在当时有多么恶名昭著是可想而知。这一次克利夫兰成功当上代表民主党的候选人，接下来克利夫兰需要面对更大的挑战。1884年的美国大选被后世公认为最没底线的一次选举。下一期再了解克利夫兰的选举之路。